馆长就是一个想自救的台商，但他同时网红，因为就算你得青光眼，你也看得出来，民进党操作下去，两岸党大。可是在野党政治人物没有一个有魄力，就馆长他跳出去了，所以在线45万流量。民进党89平台狼没有资格说台湾的民主好棒棒，大陆有强没民主，因为我们生活在场外。如果你真的这么圣母心，麻烦了，反攻大陆不要留在台湾，这是个大不好。哪个国家会讲自己独裁啦？每一次讲到两岸制度求同，就有很多大陆的网友你太理想化了。说真的，习近平总书记也讲民主，所以两边都只是不同的实验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馆长，这波真的有大幅改变民意吗？民意本来就在默默的改变，大家对于民进党炒作抗中保台厌烦了。那馆长引爆，大家宣泄出来，馆长讲的对，那民进党做太烂了。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他去大陆之后，他说他是中国人，才有更多人愿意跟进，而是这些人原本他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，只是更大的保护伞或者是防护罩讲了之后，他更愿意表态。我觉得馆长是看见了一个趋势，台湾人一直想要在两岸之间寻找一条生路，因为就算你得青光眼，你也看得出来，民进党操作下去，两岸就要打仗，就像当年台湾的台商走出天下一样，台湾人想自救，所以馆长就是一个想自救的台商，但他同时用网红身份。那更直白的说，两岸交流的基础不外乎就是民生，民生里面最重要的是经济，经济稳定才有可长可久，所以本来就有这个趋势，只是这个趋势两岸交流是被民进党压了很久，可是在野党政治人物没有一个有魄力，结果来了一个不是政治人物，馆长他把那一层民进党所压在大家身上的五指山给打掉，所以在线45万流量，所以我觉得是前流的民意被解放。大家不要再被民进党跟他那些青鸟骗了。多少民进党立法委员，多少官员去大陆私底下旅游，在那边有办手机号码，在那边有开过户的。至于喊的满天响的抗中保台，八囧你有没有去过大陆？有吗？闽南郎你有没有拿过共产党的钱？有吗？你以前还是样板，不然你的福建舰怎么来的？小令你有没有在北京、上海赚钱？有吗？所以你们都在大陆生活，你知道大陆的好与坏，回来只讲坏不讲好，做人不要这个样子。我很常讲共产党体制的不好，但是我觉得好的事情我一样会讲。我先讲那种很不政治不正确的话，北京四季分明又干燥，我爱死那个地方，所有的过敏在北京通通不见，光一件事情你就爱死北京，北京没有蟑螂，我在北京6年没看过任何一只蟑螂，所以好就好，坏就坏，政治制度可以批评，不要把它扩及到你要去那边做生意的、留学的、就业的、喜欢那边的文化跟饮食，大家不要那么无聊，什么事都要跟政治扯上边。虽然我们会把民进党比喻成绿共，但是民进党是最 low 的第一代共产党，当时搞意识形态当道，只会在内部找敌人，族群对立、文革破坏的共产党，而不是以国家发展要走出亚洲的共产党。他现在连大陆执政共产党车尾灯都看不到，所以大陆朋友不要不开心，因为讲的是很多大陆的朋友也都觉得过去需要被改变的那个共产党。很多大陆网民在笑说，你们台湾自称民主，不是一大堆民粹吗？社会不是那么纷乱撕裂吗？我们承认民主有好的面向，有坏的面向，但这是我们的制度，我们的文化。同样的，在大陆的社会主义式的制度下，它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。去年5月，我就预言我反对绿共，更喜欢用绿粹，只是没想到89跟民进党真的爆出来证实了这件事情。因为极左跟极右在某些项目上看起来很像，可是在实际实操里面会不一样。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国际公益的逻辑，它想要推的是阶级革命。那民进党所做的不是阶级革命，它是群体独霸闽南沙文主义的族群，所以它更偏向粹。我今天问北京初中的小朋友对于选举，在帮老头老太太也去投票，他说就太可怕了。他们觉得如果连老头老太都可以投票，这个民主会很可怕，因为他们认为老头老太很容易受到思想或者文宣上的一些影响。民主应该是精英民主，不应该是全民民主。所以在政治学的范畴中，票票是否等值，以及是不是人人都有公民权，古希腊联邦或者到罗马时期是有缴税的才有公民权，可是现在你说有缴税才能投票，这个绝对超级政治不正确。我小时候我也认为，整个国家的运作应该要交由一群精英的专业人士去做专业的决策，然后负起责任。但是长大之后，我反对这个概念。我认为民主政治不是去选出一群精英，民主的第一步是要承认世界是丑陋的，人人皆愚蠢。但是我们仍然有一套规
规则，选出代议士，让他去做某些决策。当然，他要承担他的代价，以及定期的交给人民去检视。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美式民主国家，他们是有共通性的，可能有些技术细节上不同，比如说投票上到底要不要直选，美国也没有直选。那在中国大陆，或许很多的人民没办法直接的参与政治，但共产党内部层层的选拔，那这个选拔是不是某一种的间接投票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定要下乡理解基层的声音，交由专业的判断，这种叫做求同存异。每一次我讲到了两岸制度的求同这件事情，就有很多大陆的网友留言说你太理想化了。说真的，习近平总书记也讲民主，你有没有去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？哪个国家会讲自己独裁啦？所以没有中国民主就一定最好，也没有所谓的美国民主就一定最好，两边都只是不同的实验。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台湾是民主的灯塔，民进党很喜欢台湾就是民主的灯塔，没有什么民主灯塔不灯塔，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的实验场，好坏没有人知道，它就是进行式。民主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跟人心的变化会有所改变。那确实，西方人跟我们东方人的理解的还是有一些差异。所以你看，西式民主搬到东方之后，都是光怪陆离。最有名就是日本，搞了半天一堆四世三公，这叫民主吗？最厉害的就安倍家，3个做最长的首相，安倍晋三、岸信介他外公，佐藤荣次郎他的叔公，现在他侄子还在做国会议员。所以其实台湾的有一些人会迷信民主，民主只是一种当代对于政治权力如何给予游戏规则的方式，但是民主精神跟民主不一样。民主精神是说追求每个老百姓都可以拥有一部分的公民权，借由每个人都拥有公民权，集众人之力，可能会去产生一些集体的智慧。那这种东西就会出现一种极端，越大的国家，他所选出来的领导人相对比较稳定，因为他的人口基数大。比如说川普看似发疯，可是他确实在美国下行的时候，他找一些方法。但是小的国家或小的一个政权，可能这一代的人才凋零了，下一代他找不到了。当然也有一些极端的例子，比如说像新加坡，他们非常重视每一代领导培训，所以他就一代接一代。民进党89闽南郎整天说解救大陆同胞于水火之中嘛，这么可怜，你为什么继续留在台湾反共？赶快反攻大陆，不要留在台湾，只会打嘴炮。民进党没有资格每次都拿强来当政治操作，去说台湾的民主好棒棒，大陆有强没民主。对于强的批评留给大陆人自己，台湾人没有资格去批评，因为我们生活在墙外，不要拿我们的生活制度去批评大陆的生活制度。如果你真的这么圣母心，麻烦到大陆去解放全大陆人。强这个事情要先了解中国社会的需求，如果你不了解，你讲再多都是干话。你拿台湾的社会状况来讲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，根本就是整笑。稳定跟秩序是中国社会繁荣的基础，几千年来依然如此。所以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，基本上都是死于内乱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红歌喊一路打到四川河州钓鱼山城，竟然被打死在城外。结果忽必烈跟阿里不哥打了好几年的内战，宋朝又苟延残喘久。可是宋朝最后为什么灭亡？因为忽必烈转头回去的时候，权相贾似道回去大张劫财，说我打了一个大胜仗，前线完全不补兵，还叫一大堆人去写胡伐编歌功颂德。结果等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整乱，再杀回马枪的时候，宋恭帝只能开门投降。可是好笑的是，四川钓鱼山城到那时候依然坚守着没开门，最后协调，敬你们是条汉子，不屠城，全城投降。少数善终的蒙古人对于打死大汗的是一定要屠城，这就是历史总结教训。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那么乱？因为当西方力量撞开大门的时候，整个中国社会是动荡不安的，白银持续外流，传教士进到内部，社会混乱，各种流民民变四起，各种特许乱七八糟的，稳不下来，中国怎么何以为安？为什么黄金10年相对还真的比较黄金一点？因为那时候民国初安，几个比较好的地方，像上海滩就发展，所以秩序跟稳定是中国社会基础。强除了代表贸易壁垒之外，最主要的是网络主权。我不要让你外力借着网络我不太能够控制的地方破坏我的社会的。所以共产主义中国化里面最重要的是稳定，不是说毛泽东时期没有发展，但毛泽东时期有很多比较激进的做法，所以整个民力的恢复是缓慢。邓小平之后基本上是稳定路线，整个中国就发展起来。可是呢，造成了很多贪污腐败，先富后富。但是这些东西不就是新
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走向世界第2大，在挑战世界第1大，让美国社会为之震撼、繁荣的中国的基础嘛，这就是逻辑。所以你听强，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切。如果你不是从这个角度切，讲的都是干话，言论自由限制程度太低嘛。目前对于强的态度有点类似于设一个门槛，需要有一定知识的人才会去花钱花时间去弄。你可以看，但不要乱讲话。北大念书的时候，连北大的 WiFi 是没有墙，真的哦，要不然怎么做学术研究？我都打开 Xvideo，怎么可以上？清华也是。所以对于聪明人来讲是不用被强迫利用。